你既占了正妃的位置，就该懂事点，趁早把凤印交出来，好给柔儿腾位置安胎。哟，嫂嫂，你也别觉得委屈，一个武家出来的粗人，你连字都写不周正，本来也配不上我三哥。苏姐姐可是京里有名的才女，怀的还是萧家的长孙呢。都是妾身不好，不该来扰了王妃，名分什么的妾身不在乎的，只要能留在王爷身边，给个通房的位置就行。苏柔身子弱，母妃说的是你照办就是，再给你个贵妾的位置，往后安分守己，没人会苛待你。忘了说了，我是镇国将军嫡女沈燕。皇帝为了安抚我爹手里30万北境大军，10天前下旨把我赐给了当今最受宠的三王爷萧爵做正妃。我嫁进来才7天，洞房花烛夜他翻了墙去了苏柔的外宅，第2天婆婆就给我立规矩，第5天嘉宁郡主就把我陪嫁的一对玉如意摔了，说我放的位置挡了苏柔的福气。现在第7天，他们一家子凑在一起，要我把正妃的位置让给一个外室，理由是苏柔怀了萧家的种。行，母妃说的对，我确实配不上王爷，这正妃的位置我让。我就说嫂嫂最懂事了。算你识相，赶紧把和离书签了，这事儿咱们私下聊，别传到陛下耳朵里，省得说我们萧家苛待功臣之女。和离书我自然会签。沈燕，你拿圣旨出来干什么？不干什么，这婚是陛下亲赐的，要不母妃先拿着这道圣旨进宫问问陛下，能不能改改旨意，把这正妃的位置给这位苏姑娘。还有，这位苏姑娘不是怀了萧家的长孙吗？我爹说边关最缺人伺候，正好把苏姑娘送过去养胎，生出来的孩子从小吹吹边关的风，肯定结实。你们说是不是？你敢威胁我们？不敢啊。儿媳只是觉得，母妃既然这么疼苏姑娘的孩子，总该让这孩子也见世面，对吧？还有，让她别在那儿趟着了，再就掉了孩子，我可不背这个谋害皇家子嗣的锅。我一个粗人，真担不起这么大的罪名。小姐，您真要把那位苏姑娘送边关啊？将军那边送啊，怎么不送？我爹下个月本来就要调一批军眷去边关，多他一个不多，少他一个不少。再说了，他们不是爱得死去活来吗？正好送过去，让萧爵也尝尝他最心爱的女人在边关给我爹洗衣做饭的滋味。敢打我的主意，就得做好付出的准备。小姐，都收拾妥当了，真要现在就送苏姑娘走，王爷那边怕是不会同意的。他不同意算个屁！北京的运输车辆明天一早就出城，耽误了物资运输，10个萧卓都担不起这个罪。我忽然想起12岁那年在北京的山头上，我爹也是摘了颗野石榴递我，酸得我直咧嘴。他操得掉皮的手掌揉着我乱糟糟的发髻，笑得声震林野。我沈家的女儿不惹事，但也绝不怕事。谁要是敢骑到你头上，就揍他。揍不过，爹带30万兵给你撑场子。小姐，你看谁来了？沈燕，你非要把事做这么绝。柔儿怀了我的孩子，你把她送边关那种苦寒之地，你安的什么心？王妃，我知道我不该抢王爷的宠爱，我这就走，只求你别让我去边关，我身子弱，受不了那个苦啊！你身子弱还能怀上萧爵的孩子？再说边关的水土养人，我娘当年怀着我时还在边境巡营呢，生出来的我不照样能骑射能打马？你去待几个月，说不定生出来的孩子还能多活2年。你这个毒妇！我现在就进宫面圣，求陛下下旨废了你这个王妃。好啊，您现在就去，正好我也想跟陛下算算，三王爷去年私挪了北境送过来的3万担军粮，给他的好柔儿建城外别庄，这事该判个什么罪？是抄家还是萧爵啊？你什么时候拿到的？赐婚之前，我爹就把萧爵的底查得底朝天。他这些年明里暗里贪了多少军饷，挪了多少物资，我爹的账本上记得比他王府的账房还清楚。你个一介武妇，也配嫁给本王？等过个半年就废了。那话隔着红盖的我听得清清楚楚，当时手里攥着的就是这把短戟。要不是怕搅了陛下的赐婚宴，我当场就能给他手腕扎个对穿。让他去。王爷！对了，佳宁，你前几天摔了我的玉如意，我也不为难你。我院子里的马厩半个月没扫了，你去扫1个月，这事就算了。你让我扫马厩？
我是堂堂郡主。你要么扫马厩，要么陪你苏姐姐一起去边关，你选一个。我扫。小姐你也太厉害了，王爷脸都气白了。这味道还是北境的野石榴更够味。第二天一早，苏柔就被塞上了去北境的军车。临走前，我还特意写了封信，让人一并带过去，特意嘱咐我爹好生照料苏姑娘，别让她缺了吃喝，毕竟怀着萧家的长孙呢。娘娘吩咐了，听闻姑娘近日辛劳，特赏下这些物件补补身子。公公回去跟皇后娘娘说，我这也是为了苏姑娘好，毕竟怀着皇家子嗣，去边疆养胎结实。要是皇后娘娘觉得不妥，不如等我爹打完仗回来，让我爹亲自进宫跟娘娘解释。奴才不敢，不敢。小姐，刚才我看见王爷站在廊下偷听，脸都绿了。绿就绿吧，这才哪儿到哪儿。我爹前几天传信过来，说北境打了胜仗，北敌退了300里，陛下龙颜大悦，要给我爹加官进爵，还特意问了我在王府过得好不好，要是受了委屈，随时接我回将军府。太妃有令，最近王府开销大，各院的份例都减30%。王妃院子的冬日炭火只给最差的烟炭，量也砍半。行啊，你回去跟母妃说，我没意见。王府要是手头紧，我陪嫁的5个庄子今年收了3万两租银，大可以先挪去用。传出去，别人还当三王府穷得揭不开锅了。是，奴才知晓了。13岁北境雪灾，军营炭火紧缺，松枝炭的烟竟与今日别无二次。暖屋子没住上，倒是先闻上了和军营一模一样的烟味。笑什么呢？刚才管家的话我听见了，我已经骂过他了。你的份例照旧，母妃那边我去说。上次见你好像爱吃甜的，这是御膳房新做的。王爷有话直说就好，不必搞这些虚的。再过3天是皇后的千秋宴，你是正妃，得跟我一起进宫赴宴。我答应了，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去宫绿传总比在这王府跟太妃斗心眼强。你穿这个进宫？不然呢？穿几十斤重的礼服，被人推一把都爬不起来。三嫂是武将家的女儿，肯定才学超重，不如做首诗贺皇后娘娘千秋，也好让我们开开眼界呀。作诗我确实不会，不过我会射柳，正好宴后有骑射比试，我要是赢了，就把彩头献给娘娘当贺礼；要是输了，我自罚3杯。娘娘觉得如何？如此甚好，准了。沈家儿女永不输世。镇国将军教女有方，当真是虎父无犬女。哈哈，以前没发现你剑术这么厉害。王妃娘娘、太妃娘娘吩咐了，之前扣的份例都给您补回来。这是刚送过来的10筐银霜炭，还有御膳房赏的奶酥，都放在院门口了。哦对，太妃还说江宁郡主年纪小不懂事，之前宴上的事您多担待，他已经罚郡主禁足3天了。母妃有心了。青竹，把之前佳宁摔碎的那对玉如意的碎片包起来，给郡主送过去。他爱摔东西，这些碎玉料给他练手，摔够了随时来找我要新的。阿燕，佳宁毕竟是金枝玉叶，你这么做，王爷是要替你妹妹打抱不平，还是说你觉得我没资格罚他？要不咱们现在算算，你去年私挪的3万担军粮，够不够把你们兄妹俩一起送宗人府？小姐，将军来信了，北京又打胜仗了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一封是苏柔姑娘给的，跟着军报送过来的。怎么，王爷这是急着想知道你的柔儿在边关顺不顺利？我爹说北敌退了500里，今年冬天边境的百姓能过个安稳年了。哦，对了，你那柔儿，我爹安排她在军眷营缝补军衣，手脚麻利得很，上个月还拿了营里的缝补头名，赏了半袋白面呢。绣花手疼。阿燕，算我求你，你跟岳父说一声调柔儿回来行不行？
她怀着身孕，哪能受这种苦？你要什么我都给你，凤印我早就想给你了，王府中贵也全归你管，行不行？凤印本来就是陛下赐我的，用得着你给。哦，忘了告诉你，我爹这次打胜仗，陛下要升我爹当摄政王，下个月初就要回京了。你要是想求我爹放人，最好提前想想。你们这群狗奴才也敢来催我！我可是堂堂郡主，扫码做做样子。等我三哥来了，看我不让他把你们都卖了！瞎了眼吗？这点活都干不好！郡主好大的威风！我记得我之前说的是扫1个月马厩，这才半个月就耐不住性子了。沈燕，你别欺人太甚！我三哥昨天还跟母妃说要给我做主，你等着，等我舅舅来了，有你好果子吃。哦，你舅舅是说户部尚书赵大人？正好，我昨天刚收到一堆账册，你要是觉得你舅舅能给你做主，尽管让他来，咱们刚好一起算。我嫂还不行吗？王妃，不好了！宫里的刘公公来了，说皇后娘娘宣您即刻进宫，好像是为了您送苏柔去边关的事。沈王妃，皇后娘娘口谕，听闻您上月将怀了皇家子嗣的苏柔姑娘送去北境边关，宫中诸位妃嫔都觉得不妥，特宣您入宫回话。刘公公，这事是我允了的，要去我陪阿燕一起去。不必，烦劳公公稍等，我去取了书信就来。小姐，肯定是太妃偷偷进宫告的状，他们是不是想借这事把苏柔接回来，再给您安个科代皇嗣的罪名啊？咱们怎么办啊？慌什么？我有底牌，他们要是想玩，我陪他们玩到底。沈王妃倒是好大的胆子，科代皇嗣的罪名都敢担。今天这关，我看你怎么过。娘娘有所不知，沈燕性情霸道跋扈，手握边关兵符，威逼臣妾应允，强行送走身怀皇嗣的苏柔。皇后娘娘，您看，我不过是说让苏柔了在府里养胎，她当场就拿兵符威胁我。还说我要是不同意，就让镇国将军带30万兵进宫说理。我们萧家哪是娶了个王妃啊，分明是娶了个活祖宗回来。可不是嘛，皇后娘娘，苏柔怀的可是三王爷的长子，要是在边关出了什么事，咱们怎么向列祖列宗交代啊？我看沈王妃就是故意的，想断了三王爷的香火，好把持王府的大权。沈燕，他们说的，你可有什么要辩解的？回皇后娘娘，这是苏柔从边关寄回来的亲笔信，是她自己愿意留在边关养胎。说京城人多势杂，闲言碎语扰了胎气，边关清静，适合养胎。这字迹确实是苏柔的，只是她怎么会愿意留在那种虎寒之地？不可能，肯定是你逼她写的。柔儿那么柔弱，怎么可能愿意留在边关？皇后娘娘，您可别被她骗了。皇后娘娘，不好了！北境加急军报，苏柔姑娘在边关感染了风寒，胎象不稳，将军已经派人快马送着她回京了。我的芬儿啊！要是有个3长2短，我也不活了。皇后娘娘，您看看，都是沈燕这个毒妇害的，您一定要给我们做主啊！沈燕，这事你怎么说？启禀皇后娘娘，三王爷萧决，宫门求见。回皇后娘娘，儿臣这里也有一封军报，是岳父大人亲笔写的。苏柔确实染了风寒，但是胎象无碍，岳父已经派了军医贴身照料，送回京也是怕边关缺医少药，不是什么大事。母妃，苏柔去边关是儿臣同意的，跟阿燕没关系，您就别再为难她了。行了，既然胎象无碍就好。沈燕，你送苏柔去边关也是好意，
这事就不追究了。等苏柔回京，你安排她在王府外的别庄住下，好生照料，别再出什么岔子了。阿燕，刚才我帮了你，你是不是该谢谢我？小姐，不好了！咱们府里的人来报，嘉宁郡主听说苏柔要回来，带人把咱们清燕院砸了，说要给苏柔腾地方住。你还敢回来？我告诉你，等柔姐姐回来，这清燕院就是她的。你这种毒妇不配住这么好的院子，识相的赶紧自己搬去柴府住，省得我动手赶你。郡主，这是王妃的院子，你怎么敢随便砸？所有砸坏的东西，按原价10倍赔偿，从你的月例里扣，扣够为止。另外，之前罚你扫1个月马厩，现在再加2个月，每天卯时准时到，少1天都不行。你敢！我母妃不会放过你的！闹够了，赶紧给你嫂子道歉，不然我现在就把你送去家庙闭门思过。阿燕，我让管家重新把院子收拾好，你别生气。想要什么，我让人给你买新的。王爷，王妃，苏柔姑娘的车驾到府门口了，人已经晕过去了。回王爷，苏姑娘确实是染了风寒，加上一路舟车劳奔才晕过去的。不过胎相还算稳，就是要好好休养，不能再动气了。我自幼跟着父亲在北境学过军医，我来给他把把脉，脉象平稳有力，气血充盈，全无风寒提虚之兆，并无5月身孕该有的滑脉，肌理沉涩，分明是生产过后的旧脉象。王爷，妾身好怕，王妃是不是不喜欢妾身？妾身还是回边关吧，免得惹王妃生气。你现在身体不好，回什么边关？阿燕，柔儿刚回来，你别吓她。我没吓她，只是觉得她的脉象有点奇怪。明天我请宫里的张太医来给她诊诊脉，免得有什么隐疾耽误了。回王爷，苏姑娘身体状态平稳，略有体虚，我开2副温补的方子，调理几日即可，无大碍。王爷，你看，我就说我没事的，王妃就是太担心我了。张太医辛苦了，青竹把诊费给张太医。哦，对了，张太医刚才进来的时候，袖袋里好像掉了张500两的银票，你看看是不是你的？王妃说笑了，老臣没有带什么银票。是吗？那这张你昨天晚上收苏柔丫鬟500两银钱的字据是假的。我刚好认识张太医的笔弊，要不要我送去太医院，让院判大人看看？王妃饶命，是苏姑娘给我银子，让我撒谎说她胎相稳的，老臣是一时糊涂啊。你为什么要收买太医？你到底有没有怀孕？小菊，阿姐，这事能不能先压下来？要是闹大了，对王府名声不好。你想要什么补偿，我都给你。我要他搬出王府，没有我的允许不许进城。他不是怕我害他吗？住去别庄，眼不见心不烦，正好安心养胎。王爷，苏姑娘哭着要见您，说她不想去别庄，她要住清燕院旁边的暖阁。她倒是会挑地方，暖阁，她一个外室也配住？你去告诉她，要么去别庄，要么我现在就把她收买太医的事捅去御前，让陛下评评理。就按王妃说的办，送她去别庄，派2个丫鬟好好照顾。阿姐，我知道你受委屈了，等这事过去了，我给你赔罪。你去一趟边关，找我爹要苏柔在军眷营的起居记录，还有所有军医的口供。我要知道她到底有没有怀孕，怀的是谁的孩子。王妃不好了，苏姑娘收拾东西的时候摔了一跤，说肚子痛，好像要小产了。
知道你不想让我留在府里，我走就是了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和孩子？阿叶，是不是你做的？我有没有做，查一下就知道了。回王爷王妃，刚才是嘉宁郡主推了苏姑娘一把，说是要演一场苦肉计嫁祸给王妃，奴婢都听见了。你胡说，我没有，是故意陷害我。我有没有陷害你？听听这个就知道了。柔姐姐，你放心，等下我推你一把，你就说肚子疼，都赖沈燕，我三哥肯定会信你的，到时候就能把沈燕赶出去了。你简直无法无天！现在就收拾东西，去家庙抄3个月佛经，没我的允许不许出来。你儿，母妃要是再闹，我就把你上个月贪墨王五3000连字修家庙的事捅去宗人府。皇帝设千秋宴犒赏北境将士，萧觉不愿携苏柔赴宴，苏柔哭诉欲入宫给皇后请安，萧觉无奈应允，将其安置殿内最偏席位。沈王妃，听闻你骑射功夫好，上次千秋宴射柳3箭全中，今天要不要再露一手？王妃小心！我没事，是我自己没站稳，不怪王妃。怀胎5月摔这么重，竟无事，这般硬朗哪里像孕妇？莫不是根本没怀上？苏爱卿身体倒是硬朗，摔成这样都没事。这样吧，明天我派宫里的李老太医去给你诊诊脉，看你和孩子是不是都安好，也省得大家担心。怎么办啊，柔姐姐？李老太医从来不受贿，上次有个妃子收买他，被他直接捅去御前，那个妃子直接被打入了冷宫。要不你连夜跑吧，跑去边关找陈校尉去。我不能跑，我要是跑了，之前的努力都白费了。要不我们一不做二不休，给李老太医下药，让他明天没法来诊脉。沈燕夫人府邸。王妃怎么来了？是哪里不舒服吗？老太医，苏柔昨天晚上跟嘉宁郡主商量，要给你下药，让你今天没法去诊脉，还要拿你孙子的欠条威胁你帮他撒谎。我提前过来跟你说一声。这群孽障居然敢威胁老臣！王妃放心，今天老臣去诊脉，一定秉公办事，绝对不会偏袒任何人。不过王妃，老臣之前给苏柔看过一次脉，她的脉象应该是3个月前刚生产过，根本不是怀孕的脉象去了。而且她生产的时候应该伤了底子，以后都很难再怀孕了。回王爷太妃，苏姑娘根本没有怀孕，她的脉象是生产过3个月的脉象，而且生产的时候伤了包宫，以后都很难再受孕了。你这个贱人，你居然敢骗我们！你说你怀的是我们萧家的孙子，孩子呢？孩子在哪儿？不是的，老太弟，你胡说，我真的怀孕了，是沈燕收买了你害我，王爷你要信我。我宠了2年的白月光，从头到尾都是骗局，肆挪军粮，冷落发羲，罔居大局，我活成了最大的笑话。你告诉我，孩子是谁的？孩子是北境军陈校尉的吧？3个月前刚好是你在边关生产的日子。陈校尉上个月打胜仗生了千户，刚好要回京复命，要不要我请他过来认认亲？阿爷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帮帮我好不好？苏柔手里有我贪墨军饷的证据，要是他捅去御前，我们整个3王府就都完了。我知道你有办法，你要我做什么都可以，我以后再也不纳妾了，就你一个王妃，好不好？你让我帮你也可以，把你所有贪墨军饷、私挪军粮的账册全部交给我，还有你和太妃、淑妃联手构陷我父亲的证据也一起交出来。交出罪证，就等于把谋罪、构陷2大死罪交到沈燕手里，他随时也能覆灭王府。怎么，不愿意？不愿意就算了，等明天你自己去跟陛下解释吧。哦，对了，我父亲明天就回京了，要是他知道你们构陷他，你觉得他会放过你们吗？好，我给你，我现在就回去拿账册，你等我。小姐，他会不会耍什么花招啊？圣旨到，
镇国将军沈毅明日回京，陛下特办接风宴，宣沈言消爵明日入宫赴宴。所有的东西都在这里了，你看看，我和淑妃户部尚书联手贪墨军饷的账，还有构陷岳父的书信，都在这里，我全给你。你帮我压下苏柔的事好不好？我可以帮你压下苏柔的事，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。明天的接风宴上，你要亲自把这些账册交给陛下，告发淑妃和户部尚书贪墨构陷的事。这样我也会被牵连的。你要是不去，我现在就可以把这些账册交给我父亲。你觉得你下场会比现在好？你主动告发，还能算你戴罪立功，陛下最多削了你的兵权。等我父亲拿出来，你整个三王府都要陪葬，你自己选。好，我答应你，明天我亲自去。小姐，你为什么要让他去告发呀？咱们直接把账册给将军不就好了？我就是要让他血宴不良，他尝尝众叛亲连的滋味，这才是对他最好的报复。哦，对了，你去外庄告诉苏柔，只要他明天出庭作证，我就放他去边关和陈中尉团聚。陛下，镇国将军拥兵自重，私通北狄，此乃臣妾截获的通敌密信，请陛下圣断，削其兵权，承诺沈家满门。臣附议。沈将军手握北境重兵，久居边关，私通外敌，绝非空穴来风，恳请陛下三思。陛下，民女有证，此乃淑妃亲笔手谕，她威逼民女美造证词，污蔑镇国将军，许诺事成之后，给边关陈校尉安上通敌罪名，置其于死地。淑妃赏赐民女500两黄金，分后数10。贱婢，竟敢血口喷人！速速将这撒谎刁妇拖下去，杖毙处死！陛下，臣来之前已经吩咐过北境30万驻军，要是臣3个时辰没出皇宫，他们就直接进京清军册。这虎符您要是觉得臣不配拿，您现在就收回去。萧爵，你是三王爷，淑妃是你姨母，这事你怎么说？三王府满门陪葬。陛下，臣有罪，这是淑妃、户部尚书和臣一起贪墨军饷，构陷镇国将军的所有证据，请陛下过目。你这个白眼狼，我是你亲姨母，你居然敢卖我！淑妃挪用军饷结党构陷，即日已禁足长春宫，永世不得出宫。户部尚书贪赃枉法，大入天牢，择日三司会诊。萧殿戴罪立功，暂保三王爵位，罚俸10年，即刻收回全部兵权。阿爷，我按你说的做了，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？王妃不好了，太妃把苏柔绑走了，说要把她陈塘灭口。你来了正好，这个贱婢毁了我们三王府，今天我就把她陈了井，我看你还拿什么指证我？上月密信，邀约北狄细作半路截杀镇国将军沈毅，事成拨付3万两黄金酬饷。阿爷，我求你了，萧爵，我母妃她年纪大了，她是一时糊涂，你把信还给我好不好？我给你当牛做马都可以。他要杀我父亲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今天？这封信我会亲自交给陛下，是死是活，让陛下定夺。圣旨到，太妃谋害朝廷重臣，私通北狄，罪证确凿，废去太妃封号，贬为庶人，终生禁足家庙。我不签，我不会和离的。阿言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会惹你生气了。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，我们好好过日子行不行？我要回北境，以后不会再回来了。你签了，之前的事我既往不咎。你要是不签，我就把你私挪军粮的事也捅去御前，
到时候你连王爷的虚衔都保不住。我不签，你就算是管我一辈子，我也不会签的。你生是我的人，死是我的鬼。王爷高热灼肺，寒邪侵体，烧得太过凶险。若是持续高热不退，极有可能烧坏心智，损伤脑神经。小姐，王爷已经高烧昏厥，情势凶险，您去看一看他吧。沈王妃接旨，陛下口谕，即刻宣沈宴入宫觐见，不得延误。沈宴，萧卓虽然糊涂，但是对你是真心的。这次他戴罪立功，朕也不想罚他太重。朕给你做主，以后王府的事全由你说了算。苏柔朕已经安排他去边关和陈忠宵团聚了，你就别闹和离了，怎么样？陛下，臣女之所以要和离，不是因为苏柔，是因为臣女要回北京带兵，以后要常驻边关，不可能留在京里当王妃。这3万石军粮的事，臣女可以不追究，但是和离书，还请陛下下旨恩准。陛下，臣愿意把三王府所有的家产都捐给北京军。臣愿意随阿燕一起去边关当兵，只求陛下不要准我们和离。萧军，你别再白费功夫了。小姐，将军说，萧爵要是再敢纠缠你，我们就直接把他绑了，送去边关当兵。这些东西你拿回去，我们俩两清了。你要是再敢偷偷进我的院子，我就按私闯命妇宅制的罪名，把你送去宗人府。阿燕，我知道你在生我的气，你打我骂我都可以，别赶我走好不好？你再往前一步，我就杀了你。我说到做到。听说了吗？三王妃执意要和离，三王爷跪在清燕院门口求了整整3点，用处没有。沈王妃活得也太通透自在了。王妃，不好了！太妃从家庙跑出来了，在王府门口撞柱子，说你逼死她。三王妃恶待本宫，无情无义，步步相逼，要活活逼死我这个孤花太妃呀！大家都看看，这是太妃当家的时候贪王府的银子，一共3万两，全被他拿去修家庙，给自己塑金身了。上个月家庙漏雨，饿死了3个被他罚去抄经的小丫鬟，这些都是口供。大家要是不信，可以去家庙问问。原来是毒妇，草菅人命，贪敛钱财，还好意思卖惨，枉为人母！你胡说！我杀了你这个贱人！奉旨行事，北太妃妃私逃禁锢家庙，当街谣滋事，侍从惊扰京畿安，即刻押回宗人府，终生监禁，永世不得设放。觉儿，救救母妃！小觉，你救救我！阿燕，我什么都没有了，只有你了，你别走好吗？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允沈宴、萧爵和离。念沈氏驻边护国有功，册封靖安县主，10亿千户，准许即刻返还北境，协镇国将军治军，赏赐黄金1000两，云锦100匹，钦此。臣女领旨谢恩。不能走，你不能走，我要拦住你。阿燕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你别走好不好？我把王爷的位置辞了，我跟你去北京当小兵，我给你当马夫，你别扔下我。萧爵，我们早就两清了，你让开，不然我就按拦截朝廷命官的罪名，让人把你抓起来。阿静，别走，阿静。捷报！
北境大捷，靖安县主率军大破北狄，斩杀北狄大王子。陛下只擢升沈县主为北境副帅，以此玄铁索子雅。送去北境，交给沈副帅，就说这笔银两给他补身子。陛下口谕：北境筹办军功大捷盛宴，召京城全部亲王即刻动身北上，赴北境赴宴。苏柔，诸位将士，舍女戍边有功，年岁既及，上当众就此靖安副帅沈宴招亲。阿燕，这半块玉佩我一直留着。我知道我配不上你了，但是我能不能留在北境当兵，每天能看你一眼就行？不必了，我这里不养闲人。你要是想留，就去最前线当小兵，能不能活下来，看你自己的本事。